这是我见过战争中最残酷的一幕。二战末期，一群无耻的德军正在对一位法国女人施暴，女人拼了命的挣脱开，上前戳瞎一名士兵的眼睛，抱着女儿往外面跑去。但一群无耻的士兵怎么可能让她轻易逃掉？女人把孩子保护在怀里，眼看护不住时，只能让她赶紧逃离。可旁边的队长掏出手枪，直接将其击毙。女人看见孩子被杀害，已经没有了挣扎和逃跑的信念。周围的士兵把女人逼到墙角，开始用喷火枪向她示威。看见女人满脸的绝望和无助，士兵仿佛非常的开心。最后士兵将喷火枪慢慢的对准她，毫不犹豫的扣下扳机，熊熊的烈火瞬间将女人给吞噬。一群士兵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大活人变成了一具焦炭。原本女人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体贴的丈夫和可爱的女儿，但由于德军占领了法国大部分的城市，为了家人的安全，丈夫阿文让妻子和女儿去乡下躲避一阵子。但让他想不到的是，这次的分别竟然成为了永别。第二天，丈夫开车来到村里探望妻子女儿，却意外发现村头有一具尸体躺在地上。他立马来到教堂查看，发现村民已经全部被杀害。阿文赶紧往家的方向跑去，可突然发现德军鬼子，于是只能从地道绕开，来到老家附近查看，刚好看到了女儿的尸体，还有妻子被活生生烧死的画面。阿文悲痛不已，但他不能吭声，只能咬紧牙关。失魂落魄的他再次跑到教堂，从刚才的惊慌到现在的悲痛，似乎让他有点喘不过气来。等他冷静下来后，看见旁边高高在上的神像，愤怒的他拿起凳子砸了过去，然后一把将其推倒。既然天不佑我自佑。阿文走向房间的阁楼，在阁楼上拿出一个满是灰尘的包裹，里面是一把尘封多年的猎枪，还有完好如初的子弹。接下来他将会让德军鬼子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傍晚时分，阿文先是通过地道来到桥梁下面，将支撑点撬掉，因为这座桥是进出村口的唯一出路。阿文要先把他们困死在这里，才能慢慢的复仇。接着弄坏村里的自来水，将原本的水放光，让德军暂时性无水可用，然后自己再通过密道来到地下的水井旁蹲守。经过一夜的守候，第二天士兵开始用水桶打水，刚好动静把阿文惊醒。正在士兵伸头查看时，阿文从地下趁机一枪爆头，士兵尸体就这样掉入了水中。上面的士兵发现动静，立刻上前查看，但被长官拦了下来。长官先是把水桶拉上来，发现全是血水，随后直接丢了一个手雷到井底。但此时的阿文早已走出了密道，来到房间里观察德军的一举一动。德军以为村里很有可能有游击队，于是派手下去找大部队增援。可士兵开车路过桥梁时，大桥瞬间坍塌，车子从几十米高空掉下，发生了爆炸。剩余的德军立刻慌乱起来，认为整个村子可能已经被游击队包围，于是赶紧关上大门，然后往回撤，立刻进入作战状态。一士兵正想上装甲车时，阿文打碎玻璃，一枪将其干掉。其他士兵见状，拿着机枪朝着窗户一顿乱射。阿文通过暗门再次躲进密道。德军开始对村子进行地毯式的搜索，很快就发现了密道口，果然在这里看见了阿文的身影。士兵拿着喷火枪追赶阿文，但阿文从小就在村里长大，对密道很熟悉。很快士兵在密道里就迷失了方向，而此时的阿文早已从密道的另一端走了出来。可不巧的是，刚好被另一名士兵撞见。阿文来到房间，用冷水冲洗脑袋，让自己保持冷静。可士兵已经悄悄地来到他身后，但庆幸的是士兵没有在后面放枪，而是绕着阿文去见队长。阿文趁其不备，抓住枪口，把士兵推倒，然后将脑袋狠狠地往墙上砸去，再砸向洗手台，直到士兵脑袋血肉模糊，才肯放手。这时外面有真正的游击队路过，队长看见以为被大部队包围，立刻叫士兵将装甲车对准大门，而自己带着士兵来到悬崖边，叫士兵用绳子往下攀爬，去找增援。可当士兵抓着绳子滑到一半时，阿文在另一边用猎枪瞄准，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，士兵挣扎了2秒，接着便掉落到悬崖之下。队长见状，立刻用冲锋枪朝着阿文这边扫射过来，甚至还动用了手雷。阿文迅速地逃跑，但还是被炸伤手臂，只能匍匐前进。阿文带伤来到房间，简单的处理了下伤口，可突然被一个士兵撞进，阿文一枪打中士兵手指，然后迅速的逃进密室。队长带人再一次冲进房间搜索，对着能造人的地方一顿的输出，但始终没有发现阿文的踪迹。队长走到一面镜子前，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异样，原来阿文就藏在镜子的背后，用枪对准了队长。幸亏队长没有发现机关，侥幸捡了一命。而此时有士兵开始害怕起来，打算换上便衣逃走。队长用枪开始上前询问，士兵见事情败露，立刻拿枪反击，
结果被队长2枪击中，在士兵倒下的同时也扣动了扳机，队长也腹部中弹。队长带伤出来呼叫其他士兵，却一直不见踪影。原来这2名士兵也想从地道中逃走，可不小心掉入了陷阱之中。阿文原本想上前处决他们，但子弹已经打完，于是将水闸打开，然后盖上铁丝网，自己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。2名德国士兵就这样被活活淹死。当阿文走出密道时，发现了德军的喷火枪，回想起妻子就是被他给烧死的，他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而此时真正的游击队听到村里的枪声闻讯赶来，在房间里的德军队长深知自己难逃一死，准备来到镜子前体面的结束自己的生命。这时镜子开始变得扭曲起来，队长正感疑惑时，突然镜子碎了，一团熊熊的烈火瞬间把队长给吞噬。原来是阿文在密道内用喷火枪将其猎杀，一支德军小队彻底被阿文给歼灭。但此时的阿文还在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怒火，导致整个房子都烧了起来。游击队开始忙着救火，阿文从密道沮丧地走了出来，坐在朋友的车上，他始终一言不发。虽然为妻子女儿报了仇，但他们还是回不来了。想想这一天经历的一切，泪水在阿文的眼睛里不停打转，他强忍着摘下眼镜，微微一笑，笑容里满是心酸。这是一部于1975年在法国上映的经典电影《老枪》，里面的故事情节让人悲愤而又感人，是一部很经典的佳作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片。